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土壤板块，还有土壤出现裂缝的原因，还有补救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说说土壤结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。盆栽的土壤如果长期没有更换，就容易结块，造成透气性很差，植物的根系就会缺氧。结块之后，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会形成缝隙。这个时候浇水呢，就不会有什么作用，因为水会从缝隙里面流走，植物的根系就吸收不到水分，严重的话就会枯死。就算是怎么浇水或者是施肥，都是无济于事的。大部分开花的植物都比较喜欢微酸性的土壤，如果出现土壤板结，通常就表示土壤偏碱，所以植物就会出现一些枯萎、叶黄、不开花、掉叶的现象。严重一点的话，根系会腐烂，整株植物就容易死亡。特别是一些喜欢微酸性土壤的植物，所以土壤偏碱对植物的生长非常的不利。土壤结块的原因和解决方法：一、自来水。很多人在浇水的时候都会使用自来水，可是很多地方的自来水是属于硬水，或者是含有比较多的化学物质。那长期积累的话，就容易使土壤结块，而且土壤的上面可能还会有白色的残留物。这些东西就是碱性的盐，会让土壤偏碱，土壤就会结块。所以用的时候呢，最好是先晒几天，使里面的化学物质先挥发掉。第二，乱施肥。很多人会用过期的牛奶浇水，或者是将一些还没有腐蚀发酵完全的生肥，例如鸡粪、牛粪等，直接丢入土壤里面。这种做法看起来对植物很好，可是施肥过多或者是过浓的话，蛋白质含量过高，就容易造成土壤结块。所以在使用之前，一定要先发酵完全以后再使用。解决土壤板块的几种方法：如果是在菜园的地上出现了土壤板块，可以翻一翻土，然后把发酵之后的厨余或者是堆肥箱的土倒入土壤里面，和旧土混合以后，每隔1-2个星期用水果酵素浇水，这样就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，增加土壤的肥力。如果是盆栽出现土壤板块的话，可以参照以下的做法：一、用小铲子对花盆的表面土壤进行疏松。二、直接重新换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直接把旧土彻底清除，顺便检查植物的根系生长情况。如果根系太大的话，可以剪去老根、绕根，有助于植物的新陈代谢。然后直接换上更大的花盆，并且在盆里混入煤渣、椰糠、树皮，或者是珍珠岩，甚至晒干弄碎以后的瓜子壳、花生壳，都可以让土壤疏松又透气。撒蚯蚓粪。使用一些蚯蚓粪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法。蚯蚓粪可以提供丰富的有机质，改善土壤的酸碱度，而且安全又没有异味。撒入发酵完全的粉状有机肥。有机肥可以直接在园艺店购买，这种完全发酵的鸡粪、牛粪、羊粪，加入这些有机肥的粉末，混入表面土中以后，完全浇透水。这样子做也可以改善土壤。撒一把河沙。在花盆里面呢，用筷子插入几个洞，然后把沙子直接撒入这些洞的里面，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，而且改良土壤积水的问题。要注意的是，绝对不要用海沙哦，因为海沙的盐度过高，对植物是有很大伤害的。如果是用自来水浇水，可以把它们静置2-3天以后再使用，也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平常就用容器来储存雨水，这样子又省钱又实用。用淘米水或酵素水。用水果酵素或者是发酵2天的淘米水，用1:50的比例来浇水，可以预防土壤板结，而且可以提供植物它们需要的营养成分。浇水的水中加入醋。大部分开花的植物都喜欢微酸的土壤，所以在水中滴1-2滴醋，可以增加土壤的酸度，预防土壤板结的问题。
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点赞或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